古兄弟啊！哎呀，这满京城都在找你，害得我好生心忧啊！来，快见过王爷，就算是了不得的客人，王爷也没有跑到门口来迎过呀。王爷，起来。你不是官，咱们就以平辈论处。你刚一进城，我就听说了，这车上装的就是洋枪。正是王爷。我看看，古兄弟啊，你一路舟车劳顿，辛苦了。多谢王爷，不辛苦。好东西。来，古兄弟啊，我是真没想到你能千里迢迢从洋人手里购得枪来，这让我如何谢你才好啊！乔大人，您说的这是哪儿的话呀？要是真的能为我们国家收复失地，所有老百姓都会对您感恩戴德的。古兄弟，这枪打上朝廷的火器，先送到西北军区站，让弟兄们看。古兄弟啊，会让人夺了去。圣母皇太后几次在我面前夸你有见识，你帮我个忙，做个朝廷的安抚使，可好啊？王爷，我没做过官，也不会做官。安抚使不是官，是朝廷和反贼沟通的桥梁。战火一起，难保没有误杀。再说了，合肥城内也不是人人通匪，要有人进城把百姓从城里接出来，这种人最好是当地的名流，双方都信任的乡绅最好。安徽又是你的故乡，古兄弟啊，你义不容辞啊！倘若这件事情办成，我亲自许你个实职，可好啊？王爷既然这么说了，为了乡子百姓，顾平原万死不辞。只不过我还有一个不情之请，望王爷您允准。你说。当年家父上京赶考，结果一去不复返，至今下落不明。后来我去参加科考，有人在考场之上假托我母病重，惹得我闹了考场，被人发配至宁古塔。家父至今是生是死，又是谁处心积虑的在背后害我？我只是一贫老百姓，没资格查案子。要是王爷您可以吩咐下去，或许可以拨云见日，解我一生之大祸呀。你为人子，为母病重闹考场，也是情有可原。可你父亲失踪，就有些奇怪了。这样，你晚一点写一份帖子送到府上，我让九门提督的人给你查。倘若有消息，我让他们飞马持告你，可好？多谢王爷。合肥守将李成如此凶悍，就算大势已去，还能顽抗？我给你看个物件儿，你道这是什么？这是合肥城。城外这2座山露营，不知道死了多少人才拿下来。我已经派人把西洋大炮运送到山顶，他不投降，咱们就自上而下，冲着他的王爷府轰。那要这么打下去，全城的百姓不都被轰死了？武兄是仁者之心呐，这些百姓历来也没有人爱惜。古兄，你看，我只围了3面，留出1面来。城下挖地道近半年，秘密放了3万斤渣子儿在城墙下。现在兵强马壮，可保一战必胜。那李成他们肯撤走吗？这是个悍将，已经围困了这么久，这城里都开始吃老鼠了，竟然还能屹立不倒，士气不减。也不知道是用了什么邪咒啊，已经开始吃老鼠了。慈不掌兵，
这种人，10万8万的在他眼前死去，他都不在乎。刚被封了王爷，不多守些日子，也对不住他头上的顶戴啊。此为做官之法第1条，头上顶戴，均为百姓血染成啊。咦，我不是让你开铺是不是我？王爷，再过段时间，连队伍的粥厂都办不起了，哪还有什么东西留给老百姓啊？呀！谷兄，王爷，这是蓝雪茶，是我家种的茶呀。你看，吓到他了。圣母皇太后御笔亲题，天下第一茶，那还错得了吗？谷兄弟家里的茶一点都不剩，都被搜罗到京城来了，但多半在宫中。我们兄弟几人就分到了几两。安徽茶商走的时候，不知道有多少人揣着银子要从他们那儿买蓝雪茶的茶种，啊，不止安徽一地，就连江浙福建的茶商也都要毁了自己家的茶树，改种蓝雪茶。那也不必吧，天下奇茶甚多，闽浙一带有那么多的好茶，要是都毁了，改种银毫的话，未免太可惜了。哎，谷兄弟，这就是做官之法第2条。世间万物贵贱只在一句话中，这与你生意经又有所不同啊！成交，成交。迎接谷先生，老朽有眼无珠，请谷先生责罚。你现在说这话晚了啊！闭嘴！老太爷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小老儿有眼无珠，请谷先生责罚，此非虚言。是我连累大家了，我一个人闯的祸，我自己受罪。就算当着王爷，也是这话。诸位，你们都是我的前辈，莫折了我的寿。谷先生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谷二爷，里边请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请。安徽茶商会上上下下，求个原谅。万万不可，老太爷，万万不可。请起。您这岁数比我娘还大，这一跪我可受不起啊。诸位，你们如果真的为我马首是瞻，那就请听我一言。大家先请坐。侯老太爷，您上座。诸位，我之前在安徽狂悖无礼，得罪了胡老太爷。今日胡老太爷要给我赔罪，我也想给整个安徽茶商会赔个罪。老太爷光风霁月，我心中佩服得很。之前种种得罪，咱们就给他翻篇过去，以后谁也不要再提了。只是这天下第一茶的金字招牌，是我们安徽的，不是我一个人的。这招牌理应挂在安徽茶商会里头。这是我送给老太爷的第一份礼。这第2份礼，是我家蓝雪茶的配方，还请胡老太爷务必收下，抄写好，分配给安徽各个茶商。谷先生，这份礼太重了，便是千金万金也难买啊！你要是不说明白了，我可不敢接。这蓝雪茶的名声现在已经传出去了，但是仅凭
我和我兄弟2人，加上家里的那几十亩薄田，1年能种出多少啊？我就怕到了以后，市面上出来很多牛头马面的假货，毁了这茶的名声，那可是安徽茶商会的过失啊。所以胡老太爷，这配方无论如何，你得收好。这说的我都没有回旋余地了。谷先生您放心，要是谷家的蓝雪茶能大行天下的话，那便是谷先生的功劳。安徽茶商会愿听您调遣。哎，这个位子我可做不了。我这个人嘛，耐不了烦，清闲惯了，守着家里的茶园，逍遥自在，挺好的。这个位置还得您来主持。谷先生是自谦之词，绝不是自谦。如今兵荒马乱，安徽几10万茶农苦不堪言。我在想，这蓝雪茶或许就是我们的一线生机。只要我们能把这个茶给推广出去，茶叶卖得好了，安徽的老百姓日子也能过得舒服些。这可是安徽茶商会的功德呀。可把我们安徽人的面子找回来了。以后您老人家还得多替我说2句好话啊！我老人家，要不是谷大，我们大伙儿的茶叶能卖这么好的价钱吗？哎，您说，一口多土气的名字，蓝雪，那简直了，是不是啊？我叫二老爷，叫二老爷。行军路上最是无聊啊，我早早的就预备下了。哎，谷兄弟，那些安徽茶商们是怎么向你磕头认罪的？不可与他们善罢甘休。哎，想想也是自己年轻，非要做什么蓝雪茶，怨不得他们。哎，这是你命好。这天底下有谁能一出门就遇到圣母皇太后？又有谁能得了圣母皇太后的青睐，一鱼之下点石成金呢？你道王爷为何如此卖账？没办法，圣母皇太后那块匾把他给压住了。当初大人要我饮宴，也是圣母皇太后的意思吧？这是自然。不过啊，我也不白沾谷兄弟的光。合肥城打下来，功劳你我1人1半，哪怕把满城的人都杀光，我也在所不惜。谷兄弟啊，这可是几百年都等不来的好运气。我朝战功升迁最快，你有如此机遇，定能青云直上。你是读书人，应该知道的。自古以来啊，就说得明明白白。首级，一颗脑袋，生一级。来。苏小姐，哎，
你最好别出去，这外面都是我的人，没我的命令，陡然接人出来，你脑袋就没了。你现在还真是有点大人的样子啊！朝廷安抚使啊！你怎么知道的？你在乔松身边也安排人了？本来谋划着要杀乔松，突然知道他带了一位连圣母皇太后都看中的人物，我还纳闷呢，原来是故人啊！千里迢迢把脑袋又送回来了，真是多此一举。我在你这可不是故人，我是个死人。说对了，留着你这样的人只会碍我的事儿。说吧，有什么未完成的心事或者想捎的话？我希望你劝告李成，合肥已经受不了了，让他早早撤离，不要拖累全城的无辜百姓。我还想奉劝你，大厦将倾，独木难支，你的阴谋诡计成不了气候，你赢不了。你还是改不了牙尖舌利的毛病，不怕死吗？怕？你不怕吗？既然之前我坏了你的好事，你又差点整死我，那咱俩算是扯平了，可以谈笔生意了。没想到你还是个生意人。我要全合肥城无辜的百姓都平安地活下来。这个生意能不能做？你去告诉李成，如今合肥已经被围了3面，他还有一线生机。英雄无奈是多情，还惦记着白小姐呢。我不是为了白小姐，我是为了合城百姓。大丈夫当为则为，你太小看我了。你让他撤，他撤去哪儿？金陵城下有朝廷的南北2个大营，浙江一带也有军队。至于苏州，还得看那边的王爷接不接纳他。所以我们要通力合作，你帮他谋划一条退路，需要我做什么的，我定当尽力。想不到你还敢这么跟我说话。你这狗头我先记下了，回再来找你。五兄弟啊，像我一样。你若好好拿他们当个人看，他们反倒欺你，这就是官场。乔大人，我这算什么官儿？不用学这一套了。2位大人一路风尘，多多辛苦。安抚使辛苦。宝庆兄，我不是官儿，不用给我行礼。那个不然，古先生是安抚使，乃圣母皇太后选拔，不知道比我这5官4品要高到哪里去了。朝廷体制怎敢破例？来，请，酒菜早就预备好了。奏乐。来，诸位，咱们敬乔大人一杯。乔大人一到，如日出东方，妖邪遁去。围城那么久，今儿可看见曙光了。安抚使大人到了，当地百姓犹如父母再生。光是万民旗、万民伞，多的都数不过来。圣母皇太后破格提拔您，再合适不过了。我们也敬您一杯。稍等，什么万民旗、万民伞呢？我什么都没做啊，怎么会有这些？哦，你们真有一套。这个是自然要早早备下的，难道还真等那些草民们送啊？宝清兄啊，但是我有一事不明，还想请教您一下。安抚使，请吩咐。我听说合肥就要断粮了，你们打算什么时候攻城啊？
正要等安抚使吩咐，卑职立即整兵攻城。我不懂军事啊，所以我就是想说，你们再这么继续围下去，城里的那些人真的就饿死了。这个无妨，只有把那些乱臣贼子饿得拿不起刀、提不起剑，咱们才好一战成功啊！我跟你说的，我是什么差事来着？我自己都忘了。哎呀，您是安抚使啊，那我说话管用吗？这个自然。您刚来的时候，卑职就说了，一切听从安抚使的吩咐，这才是朝廷的爱民保境之意呀。对啊。那既然如此的话，你把人都饿死了，我安抚谁去啊？还是说，你想抢我的差事？再者说了，所谓那些敌军，绝大多数可都是被裹挟的合肥城里的百姓啊。要是都被你们活活饿死了，或是死在你们的刀剑之下，那是不是有悖于圣母皇太后的圣德呢？这个问题，你们有没有好好想过？哎呀，谷兄弟啊，你这句话我最是佩服啊！哎，我看把他们饿得也差不多了，咱们该进攻就进攻吧。对，乔大人，我已经决定了。我先回家交代一声，等过几日，我会亲自去合肥城进行劝降。这个不行，您要是有一点闪失，卑职有几个脑袋也赔不起啊。您放心，等这场仗打完，一定给您续军功，授个实职。景兄，你怎么说完了就忘啊？一切听从安抚使吩咐，这可是朝廷安民保境之意呀！啊？我得先回去了。卑职恭送安抚使。卑职恭送安抚使。老乔，这谷老板是个当官的料。让你说话那么不小心。我哪知道啊？他倒学得快，三言两语竟让我没词儿了。莫小看了他，这种人啊，我们还是捧着的好。你到皇太后为何突然凭空给他个安抚使做？为什么？皇太后早就对六王爷不满意了，你我都是王爷的人。所以，给他一个安抚使的虚职，虽说是虚职，他说话你要敢不听，那就是个事儿。还有，这个人务必给我把他留在这儿。为何？立了功算谁的？这若是闯了祸呢，算谁的呀？高见。不过有一件事我还想不明白，既然咱们好好捧着他，白送他个功劳，他还非去城中劝降，那是死路一条，为什么不拦他呀？你拦了吗？我拦了呀。然后呢？拦不住啊。那他自己要去寻死啊！没办法呀。安抚使，安抚使，那就是他的正事。你怎么没穿老虎皮啊？我等你半宿，我就想看你穿老虎皮呢。哥，你跟太后熟，要么你跟她商量商量。你不想当官，你给我弄身老虎皮穿穿呗。我这村前村口走一圈多威风呀！你披什么老虎皮啊？我在关外被狼追的时候也没见你来救我，就看你狐假虎威。你这就没良心了！我到处找你，我都不知道哭了多少回了。今后有点出息啊，别就知道哭。哥，
哥，说正经的，别人给你官当，你干嘛不当啊？哎呀，行了，你别跟我说做官，烦着呢。这宰相家人七品官，你要是做了个官，那我也能个县太爷当呢。谁敢不听我的话，一拍桌子打屁股，给我滚！娘，我回来了。您要是歇息了，我明早再来请安。进来吧。老儿说你差点丢了命，我都快吓死了。有个朋友拉我去关外，走得着急，就没来得及跟老二打招呼。我倒是不信。娘，我答应你，之后不出那么远的门了。娘，我跟你说个高兴的事儿。这次上京城，我找六王爷递了个帖子，他答应我了，让九门提督府的人帮我查爹的下落。要是连他们都找不到的话，那便是真的找不到了。你不要太过伤心了。我不是伤心，我是心里面总有那么一丝念想，我就觉得他好像在哪里还活着。他若是真活着，他知道家中有您，有2个儿子在等着他，他怎肯不回来？您不要再说这些徒添伤心了。你要是平安呢，有机会的话，还是再慢慢的寻寻。哪怕他死了，我在他的墓前哭一场，那我也心安了。睡了。今夜我哪儿都不去了，我就在这儿守着你。你好好睡。安徽安抚使古平原，我要见你们李成将军。一梅，别来无恙。你来做什么？我不能来吗？我竟然都不知道你已经做了安抚使。沧海浮生，谁能确保自己明天扮演谁啊？昨天还是白衣梅，今天不是正在演王妃吗？斗嘴我还真是赢不了你。说吧，你来干嘛？说完了赶紧走，这儿是微城。我要找李成。他忙于军务，不会见你的。没别的事儿就走了。你们还有什么军务？现在合肥城里已经饥不择食，你们现在不逃更待何时？想拖着全城的百姓一起死啊？